Hello， 大家好，欢迎到我们频道，我是 Zack， 我是 Winnie。OK， 那么今天呢，这支影片没有带你们去看房，但是呢，想要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有关于买房的一些小知识啊。那众所周知，买房的时候前期我们会需要incur到很多的费用，但是殊不知，其实我们在买房了过后啦，还有一些费用是我们每年都要定时去给的。所以在这支影片呢，就想来跟你们分享一下，在买房了过后有一些什么费用是你需要注意的，因为有可能是每个月都要给，又或者是每年都会incur的一些费用啦。除了每个月要给银行的月供以外，那首先呢，第一样的就是肯定的日常都会用到的水费啊、电费啊，还有网络费用。水费来讲的话，其实也是 depend on 你的 property 是什么类型的 ，residential purpose 还是 commercial purpose 的。然后每一个州属的那个水费还有收费又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州的那个水务局是不一样公司的。可能就给你们一个 example 啦，我这边的单层或者是单层半的牌楼大概每个月的水费16-17块啦，就少过20块。它肯定是有一个 minimum charges 的。So for residential 的话来讲呢，上2个月开始啦，就已经起价了，从原本的7块变成最少啦，你有用没有用都好啦，你都要给一个10块半马币每个月。这个是 Johor 的，当然每一个州的那个 minimum charges 都会不一样啦。听讲 Johor 的好像是最贵的，是不是？看到人家讲啊，其他州的我们没有去研究啦。那么电费方面呢，也给我们一个 example， 我这边附近大概如果每天都有开冷气的话，150到160不等啦，但也是要看你的屋子的款式是什么啦，还有你的用电量啊，可能如果你家很多人，你24小时都在开冷气，好像上个星期有一个新闻，因为最近天气很热嘛，然后你24小时都在开冷气，他家里好像有很多架冷气，之后还开最低16度，但他电费来的时候竟然是2000多块马币，所以这个 is really depends 啊，你没有什么用，当然可能你一个月只是几十块罢了。那至于网络的话呢，其实在市面上就有很多的配套，你可以选不一样的牌子，费用每个月大概都是介于80到100多块，200以内不等，甚至更多啊。如果你要那个网速快一点的话，你就选比较好的咯，比较贵的咯。再来呢，就是管理费。管理费的话呢，就是指如果好像今天你住 condo 或者是现在的排屋啦，有保安的，你就要每个月给保安费咯。管理费的话，就是给 management 的，好像公寓那种每个月要给的 maintenance fee。确切的费用呢，也是 depend on 你的屋子的类型，还有它是什么款式。如果你是住公寓的话 ，for example， 有时候他们管理费可以去到1毛多到4毛多不等，乘你的那个屋子的 square feet， 就看你屋子的大小啦。然后如果是讲 landed 的话呢，每个月给的他们说过是保安费啦 ，security fee， 因为你 landed 是没有这种 facility 的嘛。landed 的话来讲，一般上的 security fee 可能介于80到150啊、180之间这样子，不会很贵啦，但是也是一笔费用啦。这个也是你每个月都要给的，跟水费、电费都是一样的。除非你住那种没有保安的那一些屋子咯，这样子的话你就不用给啦。那接下来呢，就是每年都会给的地税，这边可能想跟你们来分享一下，有时候很多人会搞乱地税跟门牌税。那首先我们先来讲地税，地税它的马来文在这边是叫做 Cukai Tanah。你们只要记得一个 concept Cukai Tanah 地税，它是很少有机会会超过100块马币的。就 for example， 我这边一带的我自己本身的屋子也是少过50块的，每年都会需要给的一笔费用，而且你必须要记得在年头自己去给，不然的话它就会incur这些 late charge 啊。本身就有中过啦，之前我很多年没有还啦，然后过我一次过还还有 charge 我一点点 extra 的钱啊。虽然那个 charge 不高啦，但是你日积月累也是一笔数目来的，就每一年一定要给一次就对了。所以地税是1年给一次。那地税呢，它本身的用意其实是由州政府的土地局去征收的。它的费用是怎么样去计算的呢？收费的标准是基于你的土地的大小、价值、位置和房产类型来计算这个税率的。接下来呢就是门牌税啦。门牌税的话呢是1年要给2次的，每一年的2月跟每一年的8月都会来一次 bill。门牌税它的马来文是叫做 Cukai Pintu， 又或者是 Cukai Harta。那它征收这个税务的用意是什么呢？基本上它就是收取这些费用来做一些
街灯的维修和保养啊，或者是清洁公园和美化环境，收集城市的垃圾，又或者是用在其他有助于打造良好和舒适的生活环境所需要我们这些屋主去给的一个税务。So example 啦，我们每一年基本上都会收到这一封信，一年会收2次，它会寄到你的邮箱那一边 ，Bill Cukai Hada。所以这个税务到底是怎么样算呢？它里面它是会有写你 property 的那个价钱的，就是政府他们估价出来的价钱，然后它会给你一个 rate， 它会 charge 多少。打个比方讲啦，这间屋子如果政府估价出来是500千，然后它上面的税务它是放0.18%，就是拿500千乘0.18%，就是你每一年都要给的税务，它会分为2次来给咯。就好像我刚刚所讲的，每一年的2月份还有8月份，它都会寄一张单过来，你可以分2次给。那它上面是会有跟你讲你要讲给 ，normally 是可以用 online 的 JomPay 去给啦。就是你的单上面会有一个政府给到的估价值啦，它会跟着那个概率去算你每年要给多少钱，大概这样子一个 concept。那一般上呢 ，residential 的话是会比较便宜啦。如果是讲 commercial 的话，就是商业用途。一般上现在很多公寓呢，它都是跑着 commercial 的那个地契，它那整片地是 for 商业用途，但是也是有 for residential purpose， 只是讲说它的那一些地税啊、门牌税啊，还有它的水电其实它是根据 commercial 的那个 rate 来计算的。可能就给我们一个很实在的 example， 就是我这一代它是算 residential 的title嘛，然后每年我大概是给一个500多块，就是每半年给一个270多块这样子而已咯。那如果是 commercial， 一般上是会贵多20-30%呐。那另外一种费用呢，每年都会需要给的，就叫做火险。那我本身其实也是有买类似火险相关的 policy， 而火险其实它涵盖的那个种类蛮不同的，我们就抽了可能3样来跟你们分享。Fire insurance 这个是第一种叫火险。基本上它就是保障一些 ，for example， 如果你的家里失火啊，又或者是煤气引起的火患、爆炸，甚至是可以延伸到如果你要做一些 extension 的 coverage 的话，蓄意破坏啊，或者是地震这些的。那这个 fire insurance 它另外一个种类就叫做 house owner insurance， 屋主保险，保的东西也是大同小异的。可是屋主保险呢，它就是专门是为了屋主而做的一个综合保单，而我自己本身有的也是这一个叫做House Owner Plus Insurance 的一个保单，它里面保的东西也是一样，就是可以承受这些建筑物所受到的破坏啊，包括如果你的家进贼，但是还有 TNC apply 在里面的，以及建筑物的损坏，然后造成无法居住而引起的一些租金损失之类的，它就保这些东西了。再来另外一个它是叫做 Household Insurance 住户保险，这个东西它不是保你的屋子本身 ，OK， 它是保业主，就是住在里面的那个人，基本上就是保障住在这间屋子里面的人所承受的那个损失。这样子听起来是有点混乱的，但其实你只要买其中一种就 OK 了的。如果是要再深入的话，可以找你们的 financial consultant 去了解更多。费用也不会贵啦。我就给你们 example 啦，虽然有时候他会 send 一个 letter 过来讲他又要起价什么之类的，我这个每年要给的 premium 是介于一个470块这样子。如果你的屋子的款式类型不一样的话，甚至可以从100多块到更贵。好像我自己本身的就100多块不了咯。这个也是一笔费用啦。那还有最后一个费用呢，就是每一年应该是讲每一个月啦哈，都要给的一个数目，我们叫 Inda Water。所以这个 Inda Water 呢，它是什么用途？它就是拿来抽大便的。抽大便的一个费用啦，之前是8块钱每个月，但是不懂几时开始啦，起价了，8块起到10块，再从10块起到12块，所以最 latest 的是每一个月要给12块，但是它不是每一个月都会跟你收啦，它就是每半年会来一次新的。早几年前它是每3个月会寄一次账单来，但是现在变了，每半年会寄一次账单来所以它一寄来的话就是72块 standard 的啦，12乘6个月就是72块。那基本上
我们想到的每年或者是每个月定期都要给的就是以上的这5种费用啦。那在看影片，你们如果还有什么费用，又或者是一些 hidden cost 是我们没有在影片里面讲到的话，可能你们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让大家知道。大致上是这样啦，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还有就是你每个月要给银行的咯，给银行的月供，还有就是每个月的 MLTA 还是 MRTA 的那个保险。就希望这支影片有让你们更加了解，其实买房过后还是有一些费用是需要每年固定的要给的，或者是每个月固定的要给的，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去算一下啦。买房也要想好来啦，前期可能你以为买新 project 不用出头期，不用出律师费，但是后续的那些费用也是一笔费用来的，也是要算好来，你们到底有没有能力去给这些费用啊 ？OK。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再看影片，如果你们是对新山的房产感兴趣的话，想要找新山的房产，又或者你自己是屋主啊，你想把你的屋子出租，又或者你想找地方住，都可以来找我们。WhatsApp link 全部都会在影片底下，可以点击来联系我们。对，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一边，还没有订阅我们的话就赶快订阅，然后记得把我们影片分享出去。喜欢的话就点个赞，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喽，拜拜，拜。